有机会我一定去看看。哎，你在京城是什么职务来着？3品带刀侍卫，6王府上的第1侍卫，皇上钦点的。这么厉害啊！这有什么厉害的？还能升迁呢。那你到时候可别把我们给忘了。现在就开始担心拴不住我。啊？什么？啊，没有，我是说不会，死都不会。那你们京城里是不是，什么都有啊？有啊，你指的是哪方面？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衙门。衙门有啊，你看啊，礼部、吏部、刑部、兵部、工部，还有大理寺、太常寺、鸿胪寺、光禄寺，外加上还有宗人府、顺天府，还有武城兵马司，还有……哎，子枫，哎，我还没说完呢，你等会儿。你说这些够多了，你说太多我也记不住啊。记不住不怕呀，等有机会我带着你，就咱们2个，挨个衙门转一圈，你不就都记住了吗？可是这好像不止13个衙门啊。13个？你知道13衙门？哦，我也是听说过。那个在哪儿啊？哦，废了。废了？大人。哎，秦捕头。臧海坤怎么样啊？您放心，没欺负他。秦捕头啊，去吧，一夜辛苦，歇会儿去吧。您休息吧，我在这儿看着。听我的，歇着去吧。不踏实啊。怎么了？你发现什么了？倒是也没发现什么，就是觉得心里不踏实。没事，秦捕头，我觉着呀，至少在咱们回去的路上，咱们是安全的，放心吧。啊，傅国泰不能善罢甘休。是，那他能怎么着呀？咱们现在路程过半，他还能派官军来呀？那不等于把矛盾公开化了吗？这烂摊子他不好拾到，放心吧，歇着去吧。您分析的对。傅国泰不派官军，弄点地痞流氓，咱也受不了啊。反正这臧海坤1天不到家，我这心就1天落不了地。也辛苦你了。你说子枫啊，现在也不过来帮帮你，他现在啊，人之常情，大人。这事儿换成我，比他过。我一定把你这话告诉贺子枫，我看他这脸往哪儿搁。大人啊，保护您啊，是我们的责任。只要您安全，我们值。谁多干少干无所谓。您听我的，回去休息。您歇好了，我们心里都高兴。行，我去跟臧海坤聊聊。辛苦啊。我不是说把臧大人请来吗？谁让你们在这儿围着的？我跟臧大人在这儿说话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臧大人，得罪得罪。刘大人，你虽然是被贬下来的东昌府知府，但是现在你我官位不同。
您这么做未免不妥吧？是，臧大人，您说的是。林青州地方小，地下人不会办事，回去多多教训。不过今天请您来呢，确实是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请教。请教还真不敢当。刘大人，有话您就直说。臧大人，我来到山东境内，查钱粮贪腐一案，想必您心里也知道。在这期间，您多多支持，刘某内心深有感触。但是现在这个事儿啊，说着说着，可就说到臧大人您身上来了。刘大人啊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您这话可是要负责任的，啊，如果没有证据，摊上个污蔑上官的罪，可不太好吧？那是当然，没有证据不能乱说话。这么跟您说吧，日昌钱庄的账本现在就在我手上。账本儿？区区一个账本，又能说明什么呢？不能说明什么，但是它干系到很多人的身家性命。可是，它不一定关系到我的身家性命。刘大人，您说这些，我是真不理解呀。嗨，臧大人，你我同朝为官这么些年了，官场的事儿咱们见得太多了。表面看风风光光，个中滋味，恐怕也只有你我内心清楚啊。你就拿我来说吧，我在京城好歹也是个左都御史，我为什么大老远跑到山东来呀？皇上为什么派我来呀？还带着格格，身边还站着一个御前三品的带刀侍卫。臧大人，其实您心里都清楚。再说李耳朵，他什么处境，您心里不明白吗？他马脚越来越多。换句话说吧，臧大人，如果说真没事儿，您又何必扔下他自己跑回济南？这其中原因，不用我多说吧？刘大人啊，您现在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知府，但是毕竟这么多年来，都是皇上特别倚重的朝廷栋梁。此次来山东，我想您自己也会明白，只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，最终还是会回去的。至于李耳朵这个人，他要是真有贪赃枉法的事，不烦刘大人费心，我自会承办的。臧大人，您总以为李耳朵是您的棋子儿，您自己又何尝不是啊？您已经被推到风口浪尖上来了，就这一桩桩一件件，您真觉着能脱得了干系吗？我这么问您吧，您回济南3天，傅国泰为什么不见你？怎么我一去了，他马上就请您吃饭？您没想过吗？刘大人，我是山东布政使，国泰大人他是巡抚，我们同朝为官，一起处理事务，清清白白。3天不见，又怎么了？再说了，即使不见面，那也是为了避嫌呀。好，如果真是清清白白，那是最好。这样，刘墉揣测一下，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吧。假比说，臧大人，这件事跟您有关系。傅国泰是什么人？皇亲国戚，手握重权，他想帮您一把，易如反掌。但是到了今天这个情况，您觉得他再帮您，
还合适吗？大伟困在哪儿？你别动，不许过来啊！夫人，我砍掉你们脑袋！让开！你有危险，小心！大人，大人，外面有刺客！你没事吧？哥哥别怕，是我。你去哪儿了呀？我来迟了，你们都没事吧？我们都没事儿。他什么人啊？不知道啊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没事，让他们好好防御。是。刘大人，这外围是？臧大人，我的人正在为了保护您的安全而拼命厮杀。还有，昨天恐怕傅国泰请您吃饭，也是个鸿门宴。我要不去搅局，您现在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尸体一具。臧大人，舍卒保车，这在官场是常事儿啊。您只是不肯承认，您这么快就成了弃子儿罢了。刘大人，此言差矣啊！人在官位，身不由己啊！您说我是棋子，那谁又不是呢？您和何大人不也是皇上的棋子吗？说的不错，但是棋子儿分黑分白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您就看得到，到底是白的为了黑的，还是黑的为了白的。臧大人啊，其实为官多年，您身为山东布政使，颇有建树，这满朝文武都是看得见的。臧大人，我相信，在这一案当中，您仅仅就是其中的一环。不是，刘大人，您为什么一直认为我和此事有关联呢？我只是想跟您说，如果臧大人肯帮助朝廷查清此案的话，刘墉想力保啊。谢谢了，对不起了，刘大人，我是真不知道，让您失望了。那好吧。
秦捕头，秦捕头，秦捕头，两个杀手已毙命。二弟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大人，臧大人被刘墉带回东昌府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备马，本官要督审臧海坤。是。哎，呦，晕得死我了。哎呀，哎，秦捕头呢？押嫌犯去大牢了。啊，赶紧扶夫人，扶夫人休息啊。哎，夫人请。大人，啊，坐。我喝了不少啊，啊。您来点儿。我不来了。秦捕头啊，我听子枫说，那天在平安客栈，你杀了那个刺客之后，情绪就不大好。那人是谁呀？不瞒您说，被我杀死的正是我大哥谭川。他就是谭川。大人，我跟您念叨念叨。从小啊，我们哥仨结义，大哥谭川，我排老二，老三是袁长春。我们那个时候就想，我们一定要除暴安良，帮助百姓。大人，您说，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？秦捕头啊，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。人活这一辈子呀，
谁都会遇到好多事儿，都有难言之隐。大人，您不用安慰我。我之所以跟着您干，一方面是想干点正事儿，另一方面呢，我也是想找到杀死我大哥的凶手，替大哥报仇。但是没想到，是我亲手杀死了我大哥。还有就是宾满楼开业的那天，袁长春也是死在我的刀下。啊，秦捕头，这还另当别论。袁长春呢，他是罪有应得，他还不是一个个人恩怨。但是我呢，我表面上成全了我大哥大嫂，但是我一直对大嫂有非分之想。我不是东西啊，但是其实我和袁长春没有区别，我就是个小人。怎么说呢，秦捕头？你这心思我明白。人呐，他就是这样，好几条道摆这儿，你只能选其中一条。我也是啊。你说我在督察院啊，在我手底下，这是办了多少官员了？好多当时呢都是朋友，跟我一样意气风发，想干一番大事儿，是我亲手把他们送进的牢房，这不是一回事吗？您心里不难受吗？难受啊！人非草木嘛，怎么能不难受？可是我这难受跟你那难受不一样，我不是因为私情，我难受在于一个人怎么就变恶了呢？没想到，大哥是死在我的手上。你不用太自责，你大哥的死我不会怪你的。大哥就这么走了，我都来不及问他这么多年都在做什么，为什么要隐瞒我？他之前来找过我，告诉我，他们当年在菩萨洞遭到了伏击，他并没有死，只是重伤被俘。醒来之后才知道，伏击你们的是一个杀手组织，他们用我和你们兄弟的性命要挟他加入那个组织。这么多年了，你大哥替他们做了不少的坏事，我想这次他是故意让你杀了他的，这可能也算是他最好的归宿了吧。哎，刘大人，刘大人，离，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李大人，多着呢。多谢刘大人。李大人啊，好歹您也是堂堂的临清州知州，怎么会混到如此田地呀？哎，还不是臧海坤害的。哎，这话您得小声说。臧海坤何许人也？山东布政使，您这么胡言乱语，这成何体统啊？这个……哎呀，刘大人呐，我都知道了，您就别拿我再开涮了。
您怎么知道的呀？张英要杀我嘛，这不明摆了是臧海坤这个东窗事发，他要杀人灭口嘛。张英，臧海坤这个狗腿子呀，前些日子他就想在我这儿找他这个想要的东西，没找到，可谁知道，他暗地里监视我呀。就在几日之前，他对我痛下杀手，幸亏我跑得快呀，要不然我这条命就搭那儿了。哎，李大人，您不是贪了不少银子吗？怎么会混到今儿这败相了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有人子有屁用？不是真后悔。哎，俗话说呀，李大人，喝凉酒花脏钱，早晚他得作病。当初起这义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今天。您说说您啊，早知今日，您何必当初啊？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我只是罪有应得呀。行了，李大人，恭喜您还能及时开悟。及时开悟。刘大人，您的意思是我还有活路？李大人，那就看您怎么做了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那个，哎呀，我能指证臧海坤那个账本在我家师爷身上，可我家师爷他现在……行了，那师爷就在我这儿呢，账本也在我手里。啊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实话实说就行了。这实话实说能保住性命？他横比不实话实说强吧？那我就实话实说。刘大人，老爷，你不会敲门呢？你出去！不是老爷，巡抚大人来了。啊！小儿啊，哎，你告诉傅国泰，你就说我呀一路风尘，正在沐浴，让他喝杯茶等我啊。明白了，把门关上。哎，刘大人，巡抚大人都来了，我这命还能保得住吗？李大人，您信我不信？我信。这个时候，我是真的彻底看清谁是人是鬼了。李大人，说句心里话，您这个人本质上不错，入仕之初也想报效朝廷。哎，这不是一步一步沦落到现在吗？啊，我查案至此，我在心里头，我骂过您，我恨过您，但是我绝没有瞧不起过您，这是心里话。我现在也是为皇上分忧，身负皇命，我这颗心时刻都悬着。你要是跟我配合，咱们实话实说，把案子结了。我一定原原本本的把您的所作所为写在呈状上，呈给皇上，请皇上圣裁。行，行，刘大人，我信你。只要你能保住我这条性命，我一定把我知道这些秘密，我通通道给你。可是现在巡抚大人来势汹汹，您真能把我保护周全了吗？李大人，他傅国泰不知道你在我这儿呢，我可以秘密的把你先押在东昌府大牢，等日后结案之后，我一定把您今天将功补过的所有行为写清楚，呈给皇上。可皇上他老人家真能饶了我这条命吗？说实话，李大人，事到如今呐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容，充军恐怕是最好的下场了。充军？那怎么着呀，李大人？跟掉脑袋比起来，这点罪还受不了啊？能。我
我这上辈子尽动脑筋来着，下半辈子多活动活动身子骨也挺好。行，那刘大人，我李耳朵谢您救命之恩。老爷，你怎么不高兴啊？我高兴得起来吗？这知府、公审、布政使，现在全东昌府的百姓可都知道了，都夸老爷您啊是个铁面无私的好官。哎，夫人有所不知啊，此案公审实非我愿，这都是傅国泰安排的。那又怎么样？反正出名的是老爷您。夫人呐，出名管什么用啊？有些案子是可以放在大庭广众之下，放在台面上讲的，有些是不能的。像这种案子，一旦公审，臧海坤一句实话都不会说。哎，现在他这个脑袋呀，只能靠他自个儿扶着了。来，行吗？哎，走。臧海坤，你可知罪？刘大人，我何罪之有？大罪有三，小罪无数。愿闻其详。你勾结临清州知州李耳朵及地方粮贩安四海，私自扣押朝廷赈灾粮食，据为己有，囤积居奇，高价贩卖，其罪一也。私自收留朝廷重要人犯，暗自勾结地方势力为己所用，有忤逆之嫌，其罪二也。私吞官银，数额巨大，罪不可赦，其罪三也。这三条，你可认罪啊？好，好，这三条我都认。既然你已认罪，那看来就不必审下去了。来人，等一下，刘大人，如果我再提供出您不知道的案情，是不是可以从轻发落？按理应当如此，但你罪大恶极，即便从轻发落，也难逃一死。哼，死就死吧。不过，临死我也要拉个垫背的。住口！公堂之上，岂容你诬告陷害？刘大人，我什么也没说呀，我怎么就成了诬告了呢？刘大人，您是不想审，还是不敢审啊？放肆！臧海坤，别以为你巧舌如簧就能躲得过刑法。本府念你为朝廷效力多年的份上，可以保你个全尸。但你若是在公堂之上信口雌黄，休怪本府不留情面。府台大人，卑职的确有新的案情供述，且案情重大，涉及我大清朝廷安危。张海坤，你说此案涉及大清朝安危？不错。看来此案不小。福太大人，此案干系重大，卑职官卑职小，确实不敢妄断。
我看还是府台大人将该犯押往京城，交三法司会审。府台大人以为如何？刘大人，好，退堂。天这么黑，一会儿肯定是一场大雨。老爷，你瞎琢磨什么呢？不用瞎想了，一切都了然于心了。那你还担心什么？唉，一言难尽呐。老爷，老爷，巡抚大人要押着臧海坤等那些犯罪人已经要进京，特意来辞行来了。好吧，你跟他们说一声，就说我身染重疾，不能前去送行了，让他们一路平安吧。啊？去吧。哦。大人，真把他们押到京城了？咦？怎么回事？报告大人，车上的人全死了。怎么死的？好像是中毒而死。奴才谢皇上不杀之恩。不就处决了几个贪赃枉法的官员吗？你不被放在心上，平身吧。皇上。